看我身后这一幕，简直是太闽南了。这有个庙，然后这有个树，那树底下呢有阿公在那打牌画仙。这庙里头啊，还能听见这阿嬷在那拜拜，一边拜拜一边丢那个信杯，咣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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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呀，这种宁静的感觉，你只有来这种村子乡村才能体验到。为啥说要远离大城市？是不是？寻得片刻的宁静啊，这感觉太棒了。他现在这听不到，不是有高级老师点好。这福建每个村子里头都有庙，还有戏台。这是灵会庙，这是灵会戏台。灵会庙，金碧辉煌。我现在来到这个地方呢，是一个小村子，叫做敖灌村。你看这敖灌广播站，那这个广播站啊，一看你看复古的感觉啊，那平时啊就是干这呢，噗噗噗噗，喂，谁家的牛丢了啊？这谁家的驴丢了啊？这谁家的猫和这谁家的大鹅在这打架呢？赶紧都过来领一下啊！估计就是广播这呢。那我来这个小村子干啥呢？就来到厦门有一样美食一定要尝一尝，就是沙茶面啊。来到村子里头品尝沙茶面，这个味道肯定错不了。看来啊，这个广播站不光是找鸡鸭鹅，人家还找人。你看这儿，现在广播找人，请敖丙小朋友速到敖灌广播站啊！你的爸爸东海龙王敖光在等你回家吃饭。别和哪吒玩了，赶紧回家吃饭来。先上一个大斜坡，就这家，开在村子的民房里头。无罐沙茶面，你来一碗沙茶面。这个不分大小碗的。不分大小碗，主要是看你点的量。我要一个海蛎，加点海蛎。来点鱿鱼。海蛎、鱿鱼哈。然后虾仁儿。来回家。鱿鱼、虾仁来点。再来点这个瘦肉。瘦肉哈。好。27是吧？对。好。我拿这个牌子等着还是？人家会叫号，直接说一听好，直接没有。海蛎啊，海蛎大长头是吧？还有3个都一样，3个都一样啊？剩下60块一样吗？
沙茶面，然后配个油条。这碗沙茶面有一说一啊，这个颜值是真的漂亮，上面红红的一层油，然后这个是蒜，哎，这还有辣椒，看着就不够辣。是这样的辣椒粉，干干的潮湿的状态，这有点像北方喝羊汤的羊油辣子。哎，大姐，这个是不是沙茶辣？不是辣椒粉，就是辣椒粉，有油吗里头？没有，没有油啊，就干的不油。啊，来一点，辣不辣？辣。他说辣，那肯定就不辣。来到这福建，一勺，哎，先尝尝，别一会儿辣吃不成了。永春香醋，福建泉州的，这醋咱就不要加了啊。筷子还讲究，还这样带个盖儿，一次性筷子还带个盖儿。这玩意儿也算是豪华版了，它里头啊本身带的是这种大块的豆腐，还有血，这是标配啊，人家自带的。我又加了这个海蛎、虾仁儿，你看这虾仁儿都给你剥好了，还有鱿鱼，还有就是瘦肉，你看这瘦肉多嫩，哇，这一片一片的瘦肉，这个瘦肉感觉像水煮肉片似的放在里头。这也不能着急吃啊，先要给它搅一搅，因为上面有一些蒜，把这个蒜粒儿然后搅到里头去，哇，一遇到这个热汤，一股很浓的这种蒜香味儿。它这个面啊是碱面，当地呢也叫水面，也叫油碱面，就是已经是煮好了的，稍微烫一下就可以了。所以说啊，吃这个沙茶面是非常的快，基本上就是2分钟就给你出餐了。这么一拌，我就发现啊，真是来到福建南方地区啊，大家这个食量都非常的小。你看这面就这一筷子头，实际上这里头这个料反而是最多的。你看这些肉，这些海鲜，哇，太香了。一个就是沙茶酱这个香味儿，然后呢就是花生，里头加了很多这种花生酱，还有啊就是辣椒，这个辣椒还的确挺辣的。他家这个汤是偏甜口的，有的是偏咸一点，有的是偏甜一点。包括这个面，好吃。为啥好吃啊？就是浓郁，这个汤头啊是浓郁型，太香了。不过这个面对于北方来讲就不太友好，这北方人啊就吃面爱吃这个筋道，这个面一抿就断了，没有任何的这种筋道，还不如泡面呢。我跟你说，汤汁太棒了。它这些啊所有的成本啊，汤是最贵的，然后就是海鲜，然后就是这个面。看这个鱿鱼，咱来到这儿啊，咱也不知道这能不能加汤啊。北方吃面啊，吃汤面很多都能加汤，在这儿这估计不能加啊。这沙茶汤贵啊，主要就是里头人家熬制的这个沙茶酱贵。这个沙茶酱还有这个汤底啊，是各家不同，都是自己熬制的。偏甜的是糖和炼乳放的比较多，如果偏咸的，就是比如辣椒啊、咖喱酱啊，还有盐放的比较多。重点来了，你看这块大豆腐，这是吃沙茶面的精髓啊，必点的这个，但人家是标配的啊，在里头再吸点汤汁儿。你看里头是有气孔的，这个气孔啊能灌汤。哎，我一想到能灌汤，把油条别忘了啊，淹死一根油条。这个更吸汤啊，哇，滴着汤汁啊。我的妈呀！我建议大家都不用要面，直接来这个汤，就吃这个油条，油条比面好吃，我觉得。本身就很酥脆啊，油香的，关键是它很吸汤，绝了！然后大颗的新鲜海蛎，哇，好吃。还有别忘了这个猪血啊，这都是自己做的猪血，你看它这个形状就纯手工的感觉啊。现在来到了阿星小科普环节，
那这个沙茶面它是怎么来的呢？说到沙茶面的来历啊，先要讲到一种酱，就是沙茶酱或者是沙爹酱。这个沙爹酱实际是舶来品，就来自于南洋。在上世纪初的时候，福建有很多人下南洋，然后把这个调料带了回来，然后经过改良吧，又加了什么咖喱酱、花生酱之类的啊，然后变成了沙茶面的这个汤底里头的一种酱。那这个沙爹啊，它也叫沙茶，沙茶也叫沙爹。为啥这么说呢？这很有意思啊！你看，在南洋人家叫沙爹酱是吧？沙爹，但是这个爹呢，这闽南话发音啊，其实是对应的茶这个字，就茶就叫爹啊，就有两种叫法了，也可以叫沙爹面，也可以叫沙茶面。我突然就想到，这个福建本地人说这个绿茶是不是绿爹，红茶就是红爹。周杰伦有首歌让我想起来了，就爷爷泡的茶，闽南话叫阿公泡的爹。这周杰伦要用闽南话唱，应该这么唱：阿公泡的爹，我就没到高头给。你看它这个汤里头确实有一种酱的感觉啊，这个酱在南洋就是沙爹烤肉串，其实是烤肉酱刷在肉上的。但是啊，你不能光有酱，你光有酱兑白开水那也没味儿。人家这里头其实还有什么猪骨呀、鱼骨呀、虾头啊，就跟厦门的另外一种有名的面，就虾面熬汤一样，还要放虾头，然后还有各种这海鲜，然后熬制的这种鲜汤。来到厦门一定要吃啊！我是非常非常喜欢这个面。哇，要亲命了！哎，我突然想到，这两个美食啊，还不够地道，还差一个。必须有这个才地道，陆芳，这就跟西安人吃凉皮夹馍冰峰一样，一个套餐啊。陆芳橙味饮料，哎呀，太怀旧了！你看这个包装。哎呀，这小时候这嘴馋着，兜里也没零花钱，攒几天啊，这买一瓶这种。我感觉每个城市都有这种软体饮料是吧？然后往上一插，就是淋到这个尖尖插到嘴的这一刻，哎呀，这脑子里头多巴胺释放是小孩最快乐的，因为马上可以喝甜水了。哎呀，这甜水，实际这东西啊，这配料非常的简单，那就是好喝，就是老味儿。哦，你吃的是这个清汤的，清汤的，哦，也有清汤的是吧？有。清汤就是没有沙茶，没有，只是海鲜汤。哦，两种口味。来到厦门有一个地方值得你花上半天时间来这儿逛一逛，就是在我身后的厦门大学。这个大学啊，景色特别的漂亮，它背靠五老峰，然后面朝的是白城沙滩，可以说是依山傍海啊，景色一绝。如果你是游客的身份来到厦门大学啊，你要从这儿进，这是访客中心，但是啊，你一定要提前3天预约。如果你没有预约，那就完蛋了，你就跟这些人一样站在门口啊，焦急的直跺脚，到门口进不去。哎，还有一种身份啊是可以进去的，是啥呢？就是你以前的时候在厦门大学读过书啊，你这儿的校友，你就可以在手机上申请一个电子校友卡啊，你拿着这个卡啊，你就从容不迫穿过拥挤的游客人群，你看着他们进不去啊，你心里那个美啊！到了校门口，你哔儿这么一下，这保安听见这个哔儿这个声音啊，给你投以这种肯定的目光，给你微微点下头。这个时候啊，你嘴角上扬啊，对着保安啊，予以微笑啊，最好你再把头发这样甩一下啊，从容不迫，就这么大摇大摆，迈着六亲不认的步伐，你就进入了校园。
啊，不仅能进去啊从容不迫，你还可以啊来到这个食堂吃饭，享受的还是这个学生价。你看这好不好？其实啊，不瞒大家说，我也有这个学生卡啊，也有这个电子卡。我刚才啊这试了一下，结果人家不让进。为啥不让进呢？我拿这个卡，我给这大爷一看，哎，你这卡进！我说，哎，谢谢大爷，那我进去了。我说进不去。你看这大爷这有点结巴，你知道不？我说这大爷咋进不去？你这卡是这哈佛大学，这我们这不认。你看这上面还写着英文的 University， 这哈佛的不让进。我说大爷，你是这，你把这卡给我这，我读书多，你知道我还有一个卡，你看这行不行？大爷拿过来一看，哎，大爷这眼神啊，不仅结巴，眼神也不行，看不清，戴个老花镜。哎，清华的不行。哎，大爷你这还有张，我读书多，你看看这个。大爷一看，北大不行，我这不信。哎，大爷你是这，咱这读书多，再给你一张，你看看这个。大爷看，哎，这个办证找我包邮全国。开个玩笑，游客朋友们想进了，一定要提前预约啊，千万不能瞎办证啊。这一进来，你看这个环境非常优美，特别的漂亮。这个厦门大学啊，不愧被誉为中国最美校园之一啊！这环境啊太棒了，这大公园啊。在我身后这个楼叫群贤楼，这个群贤楼前面有一个雕像，这个雕像呢就是被誉为华侨旗帜、民族光辉这个著名的爱国华侨陈嘉庚先生。这个陈嘉庚先生啊，在1921年的时候创办了厦门大学，当时啊这个学校还是私立的，后来呢他捐给了国家啊，一直到现在都是公立的公办学校。然后其实啊他在当年啊创办厦门大学的时候，其实是非常的艰难，为啥呢？我给大家讲一下这个历史背景啊，因为当时啊，这个北洋政府连北京大学的这个工资都发不出来，这全国各地啊经济下行，哪都缺钱，人家就顶着压力啊，敢于投入巨资啊，来到这个当时厦门还是个孤岛，来到这个孤岛上办了一所大学，而且啊，他不仅是著名的爱国华侨，也可以说他是一个伟大的教育家，因为他不仅创办了这个厦门大学啊，然后还办了集美大学，还有集美学村，这一生他办了100多所学校。你看太厉害了，为啥他办这么多学校？就是因为啊，他的这个人生信条就是唯有教育能改变命运啊，并且能改变这国家还有民族的命运。可以说这个厦门啊，发展到今天啊，能有今天的发展，都得感谢人家。而且他这个头像呢，也被印在了这个新加坡20元的这个纸币上。当你来到厦门大学的时候，你会发现这里头有很多鲁迅的元素，因为鲁迅呢曾经在这任教过。然后比如说我身后这个雕塑啊，大家一看这个长相就认识了啊，这个人姓周啊，叫周树人。这个鲁迅啊，在厦门大学啊教书的这段往事还是很有意思的。就他之前啊在北京的学校里头教书，结果呢这个学校发不出来工资了啊，欠薪了，然后他就去讨薪去啊，结果被这个警察咣叽一拳打到这门面上，把这个门牙都打掉了。你看见没？这个欠薪啊，不是说现在才欠薪，现在才讨薪，那以前的时候也有。这个贵为鲁迅啊，都欠债都要不来，你看没？结果要不来钱了，心灰意冷。正在这个节骨眼上呢，这个厦门大学的林语堂就给他发了一个邀请，就邀请他来厦门大学教书，给的这个工资啊是1个月400块大洋。好家伙，这400大洋在当时啊也算是一个天文数字了。然后他一看这工资不错，他就来了。来之后呢，这个学生啊也非常欢迎他，热烈欢迎啊。然后他在这儿呢也写下了从百草园到3味书屋，还有藤野先生等著名的这个文章。结果他在这儿只教书教了4个月就走了，为啥呢？就因为鲁迅这个人啊，这性格啊比较耿直，然后他的教学理念还有为人处事这个风格啊，就是和当时这个校长还有几个教授就闹不到一块儿去。这几个人啊，估计是发生了很多冲突。然后这鲁迅啊，这几个月也是啊，心中郁闷，外加愤怒。那这种郁闷和愤怒到什么程度呢？就是天天写信。好家伙，这4个月写了80多封信，那寄给在广州的许广平。那这些信呢，后来被收录在这个《两地书》里头。那最有意思的是啥呢？咱刚进来的时候啊，这个厦门大学这个门头上这个厦门大学这4个字，就是在这个《两地书》里头抠出来的。好家伙，人家没有给厦门大学题字啊，这是一个一个字抠出来的。结果过了这么多年
啊，那个校长还有那几个教授没人认识啊。反正只在这待了4个月的这鲁迅啊，成了厦门大学的这个精神象征、精神符号，是吧？可以这么说。如果那些人啊，那知道现在鲁迅这么受欢迎，好家伙，那气的能从地里头活过来。对对对，刘博士，输的好像我们他妈的第1轮和第2节都犯一样。这个体育场叫上旋场啊，这个上旋场厉害了啊！这是郑成功当年啊在这儿操练水师的地方。那现在呢啊变成一个足球场了啊，现在没有水师了，有这些教职工在这儿踢足球比赛。然后这个上旋场上头啊有一个大礼堂，这个大礼堂呢叫剑南大礼堂。这个大礼堂你看它这个建筑非常有意思，这叫啥？这叫嘉庚风格的建筑。它的这个楼身啊是西洋式的这种小洋楼。然后这个顶呢是歇山燕尾顶，是中式的闽南风格的这种翘尾，这种燕尾顶，你看没？这叫啥？土洋结合。这个土洋结合也是有寓意的，不是随便结合。就是说啊，这个学生学习，咱要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，是吧？这个武装身体啊，西方的先进技术。但是啊，你这个脑袋，你这个斗笠啊，这个头，这个脑袋啊，你不能忘本，要有这个中国传统的思想在里头啊，土洋结合。哎呀，这开踢了，你看。看我身后这一幕很有意思啊，这就是中学为体、西学为用的嘉庚建筑，这叫啥？穿西装戴斗笠。你看这小洋楼里头，本来啊这非常的古典啊，特别的漂亮，应该保护起来供人欣赏，是不是？结果你看没，全部挂满了衣服啊，这么可爱的一幕也只有在校园里头才有啊。这一看就是男生宿舍。哎呀，这跟我当年在哈佛差不多，差不多，我们都这样。这里就来到了厦门大学特别有名的这个芙蓉湖，在这个芙蓉湖里头可以看幸福的这个黑天鹅，然后在这个湖的对面是最高的建筑啊，厦门大学最高建筑叫宋恩楼。这个楼呢是泰国的啊，这2个校友捐赠的。为啥叫宋恩楼呢？你看听这名字就能看出来，就是歌颂啊，是吧？有感恩啊，厦门大学有教育之恩，是不是？看视频的小伙伴，如果你有一天发达了，你有钱啊，也给你的母校这捐一个楼，你看这多气派，是不是？这么高。哎呀，这景色真漂亮啊！这不愧是中国最美大学之一。这哪是学校，这公园啊，这是。突然我就想到，这当年不知道多少男男女女一天不好好学习，就在这谈恋爱。亲嘴了没啊？还笑，就说你呢你。不过这么好的景色，你来这儿不谈个一场轰轰烈烈的乱爱，就划不来了，是不是？这里就是厦门大学众多食堂之一的勤业餐厅。看我身后啊，这是干干净净的勤业食堂，但是游客不能在这吃饭，可以在那个烘焙坊里头啊买蛋糕。看啥都想吃啊！来个这个老式面包，来一个，意思意思啊，象征性的尝一下啊，咱也算来到厦大吃过饭。哎，我看见好多人啊来这儿买馒头，你看那排大队的。听说这儿的馒头特有名，就那种有黄色的、有白色的馒头，咱吃不下了，咱吃个这面包就行了。假装在厦大吃饭，雪白雪白，焦黄焦黄，暄软可口啊，里面带点夹心儿。
哇，真不错啊！这学校食堂能吃到这么好的面包，这是飞机买的，我都觉得特别好吃。这别说能在外头开店了，就在外头开店，我跟你说都得排队，真的不错。这个里边是酸奶，好吃好吃。哎，在厦门大学上学啊，太幸福了。我要是在厦大上学啊，我就开一个新的栏目——厦大美食秀，把这每一个档口这一天探一个，一天探3个3顿饭。我这食堂好多了，不光这一个，把所有的档口探一遍。在我的身后就是厦门大学一个独特的存在——芙蓉隧道。这个学校里头竟然有个隧道啊！这边呢是厦门大学，你穿过这个长长的隧道，到了那边呢，你会发现，哎，还是厦门大学。进入这个隧道，这也是一个涂鸦隧道，两侧有非常漂亮的涂鸦。你看这里，再创辉煌。这是100年，厦门大学100年。这儿你看，这是小宝川，我的厦门大学。哎呀，这个我比较喜欢。我爱你再见，为啥叫我爱你再见呢？就是你来这读书啊，非常爱厦门大学，但是咱也得毕业，不是？我虽然很爱你啊，但是还得拜拜，就我爱你再见。好。我爱你再见完了之后啊，你将要啥？将要勇敢前行。你看这一套的。然后勇敢前行的时候，你还要青春有梦。这是马克思。骑太快，他没撞了，你没看着吗？然后来到这儿，经历完之后，20年再见。密密麻麻，你看这写的，我还会回来的。哎呦，这是相约夏天，祝我前程似锦，厦大等我。还有表白的啊，这爱情表白这不老少了，你们。30年以后的相约，还有谁谁谁我爱你。谁谁谁我恨你。来到福建的厦门啊，一定要尝一尝这里的炖馆啊！听说这味道美得很，3种方言尽显语言天赋来介绍这家店。宝贵，厦门老字号，也是个老店，专门卖炖罐，还有各种菜。这家店这个面积还挺大，这还有个后院。咱刚才是从前门进来，这后院呢停了非常多的车。这儿是一个快餐店啊，但是呢来这儿吃饭，我感觉啊都有一定消费能力。
这个人物画像，我估摸着就是开着小车，夹着小包啊，有的还领着小孩来这消费啊，一点都不小气。咱来点菜，看全是车。从这儿点菜啊，它这有个顺序的，汤在这儿，南瓜饭在这边。啊，在这儿是吧？哦，哎，还有这么多，这个是南瓜饭是吧？这个南瓜、萝卜、来菠菜，八宝啊，给我来一个南瓜饭。啊，这边吃哈。啊，在这儿吃。哦，这大姐把这个南瓜饭还扣到盘子里。看见这些汤，选择困难症，哎操！喝完就这样子。给我来一个鲍鱼汤，在这儿。鲍鱼汤。还有一个那个猪胰橄榄是吧？猪胰橄榄汤。哦，这个是啊，还是黑的。黑的。这边。今天我帮你拿。啊，那你帮我拿一下，我怕一会儿洒了，谢谢。海蛎煎要吗？这个海蛎煎，给我来个海蛎。啊，你现煎的是吧？ OK， 蒜，蒜，哦，蒜苗。啊，蒜苗。蒜苗海蛎。唰一下这个油了。我们这个海蛎有，这个没泡过水，不然你不要小看这个海蛎哦，一斤海蛎可以吃4两米。哦。好新鲜这个。你看我煎，我都不放盐巴的哦。啊，没有盐。没有，哦，没有就是因为没泡水。对。哦，它本身大海的这种盐味儿都有。对，这样。太讲究了，这海蛎。因为我们从小，我们老家我们是锦州的嘛，我们从小我们是一个岛，我们从小就在做这个海蛎。扁舟岛。扁舟岛。是同安是吧？啊，对。同安。好嘞。叫他们帮你端哈，很香的，来，赶快帮他端一下来。要一个这个大肠头。好。蒜泥要不要？排骨来一个。要。排骨要几个？要2个就行了。再蒜牛感，再跟我聊。好。这个米饭好了。好，你几个人啊？2个人。要拼在一起还是要分开？好的，好的。来个茄子，再来一个那个绿菜。现场的。菜上齐，他家这个店啊，实际上是个快餐店。你从那边进，然后一个流程下来，就跟在食堂打饭一样，菜就点好了，非常的丰盛啊！哎呀，你看这个颜色是色香味俱全，这口水直流啊！虽然是快餐店啊，但是这家店啊
这个精髓就跟这个名字一样，就是宝贵啊，包贵，确实不便宜啊。但是呢是丰俭由人，比如说这个姜汁小鲍鱼啊，这个汤是60，你一听好家伙，血亏。但是这个汤猪胰橄榄这黑的10块啊，所以说啊就丰俭由人，你看你怎么吃吧。你看这有10块的、20的、30的，然后40、50，最贵的这是土龙汤，这比这佛跳墙还贵1块，就看你想吃什么，想补什么了。来到这福建喝汤就是补，跟广东一样。我就看看这卖60的汤，这究竟里边都有啥？2个大鲍鱼，先给它捞出来看看啊。内有乾坤哦，还有排骨。这个什么东西？这应该是姜。这个颜色感觉非常的浓，这贵有贵的道理啊。里边还有枸杞，真材实料。确实不一般，咱只能说啊，这1分钱1分货，非常的浓，可能就是因为料足。尝尝这个新鲜的鲍鱼，哇，看着好 Q 弹啊！看上这肉非常的香，真是保留了大海的味儿啊，微微的有一股姜味儿，姜汁鲍鱼汤。这个肉太鲜了，好吃好吃。再尝这个10块的啊，看看有啥区别。这个应该是猪胰，哇，这含量挺多呀，这猪胰。哇，橄榄在哪儿呢？这橄榄是不是都熬碎了？哦，这橄榄都熬成渣渣了。你看这样一搅拌啊，里头有这种，全是渣渣。光剩核了，你看，把它拿出来尝尝。怎么样？如果是让我来吃啊，我就会点这个10块的，确实味道也很棒。因为他家主打的就是这个炖罐，所以说每一个应该都挺好吃的。里面的小问的，可以的。味道也是很鲜，关键是它还挺咸的，特别有味儿。这个就是润肺止咳的，喝2口汤，先放到旁边，赶紧开吃。哇，这菜都太好了。这是南瓜饭，它是咸的，你看上面还有肉丝儿。但是饭也挺多的，有白饭、南瓜饭、什么萝卜饭，啥都有。好吃。你就这么吃啊，就咸咸的，很有味儿。我就馋这个卤的大肠头。上面还要加点蒜泥，你看这蒜泥，哇，再加上这个汤汁这么一拌，这看着太有食欲了吧！哇，这个就是肠头最好吃的一块，最 Q 弹的一块。哇，加了蒜简直是太美妙了，这个味道。这个大肠头啊，吃的就是口感，你看它很厚实，关键是人家这个味道也很有味儿。卤制的，啊，这就是幸福的味道，要了亲命了，太好吃了，好吃的停不下来，如果你觉得肠头缺少肉感，重磅产品来了，你看这个，哇，这个肉3层肉，一定要蘸点这个汁儿，哇，滴着汤，这一口下去。太高温了，南宫为什么也叫高温了？这就不过了，太香了。但是这个要慎重啊，不能连续吃，你得配点青菜。你连续吃，一会儿吃油蒙了。啥叫3层肉？1、2、3，有3层，也叫3线肉。给它进点这个汁儿，这个汁儿咱一会儿留着拌白饭。这小青菜炒的也好吃，我不知道为啥，就一来到南方，什么广东啊、福建，我就感觉人家炒这个青菜就比北方好吃。
再来这个，直接上手。好家伙，你就看这颜值，还是再给汤里给它滚一下。哇，每一块都是精排啊！你看它这个肉虽然很扎实很厚，但是炖的特别入味儿，它在那一直炖一直炖，太好吃了。你看它这个和这个大肠头还有这个三层肉味道不一样，这个是浓郁的酱香里头啊还偏甜。再看这个茄子，这个茄子也很棒，油亮油亮的。它这些菜啊，都是你还没吃，你看着就感觉好吃。这茄子也是下饭的。鱼香味儿，鱼香茄子。吃着喝着，喝着吃着。这个海蛎煎啊，没有盐，没有味精，只加了胡椒粉，突出原汁原味儿。啊，这是大姐给我说的啊。哇，好吃好吃！而它煎的这个，你看有的地方是糊糊的，有点那种蒜苗的那种糊香味儿。来到闽南地区啊，一定要吃这个海蛎煎。不知道你只有2个人。能吃完，能吃完，能吃完。这个有点多。好吃，好吃，好吃，不多不多不多，好吃，每一个都挺好吃的。好，我给你弄点。还有酱是吧？蘸海蛎煎的酱。还有蛋，蛋是大坨的。这个厦门的酱。这个是甜辣酱。这个哦，好吃吗？能吃能吃能吃。好。您就是这个宝贵阿姨是吧？对。哦，老板娘宝贵。心心念念的厦门藕仔煎，蘸点这个酱。果然还是要蘸这个酱。好吃。3号脚下小心台阶。来到厦门啊，一定要去美丽的鼓浪屿看一看。然后通常游客都是在厦门这边叫东渡客运码头乘船，然后到鼓浪屿那边就鼓浪屿啊，鼓浪屿的三秋田码头下船啊，这个路线是游玩最好的，就在那边鼓浪屿。哎呀，这风景太棒了，尤其今天这个天气也好。大家可以扫码关注了解详情。1、2楼咨询台处有提供热水服务，有需要热水的乘客随时可以和我们的现场工作人员取得联系。
员。整个鼓浪屿啊，给人的感觉就是一种小清新。咱现在就开始游逛模式啊，这一回头，这就是最美转角，离这个码头也不远啊。但是啊，你再美的转角，人一多，它也不美了，它也不转了。鼓浪屿有人居住的历史啊，从宋代才开始。那宋代之前呢，这就是一个荒无人烟的小屿，然后一直到了鸦片战争，然后厦门成了通商口岸，那这鼓浪屿呢就变成了万国租界。这个时候做生意的商人，然后西方的传教士，还有海外华侨啊，反正是你只要有钱啊，你在这儿买一块地皮就能置办房产。置办什么房产呢？你看我身后，一栋一栋全是豪宅别墅，总共有1000多栋，好家伙！这规模够大的，而且栋栋不一样，各色迥异。有的呢是古典式的，有的是罗马式的，还有的呢就是哥特式的，反正你能想到的样子这儿都有。所以整个鼓浪屿啊也被称作万国建筑博物馆啊。你别看这房子多啊，这每一栋房子背后都有属于它的故事。有的房子盖了10几年，结果散尽家财也没封顶，这一天没住人就跑了。还有的是房子在这儿呢，然后人在海外，这几代人也回不来。那再有呢，就是房子盖好了，然后没住多久，这遇到什么战乱也好，还有家庭变故也好，然后人也走了啊，背井离乡啊。还有的就是咱那个特殊的年代啊，这一栋房子里头，你看能住进去50、60户人，好家伙！再一直到现在啊，这很多房子都变成了民宿了啊，你可以啊在这住上几天啊，感受一下鼓浪屿的这种文艺的气息啊。不管这些房子长什么样子，它每一个都有自己的故事。那这些故事林林总总啊汇聚在一起啊，这就是鼓浪屿的故事。在我的身后有一栋豪宅啊，这栋楼啊叫做八卦楼啊，是鼓浪屿上非常有名的一个楼啊。然后这个八卦楼呢也有属于它的故事。我给大家讲完这个故事啊，你听完肯定内心是一阵唏嘘。这个楼的主人啊叫林鹤寿，这个林鹤寿啊，然后他是在这个鼓浪屿上还有一个豪宅叫梳妆花园啊，他是那个梳妆花园这个主人的堂兄，他估计是看这个亲戚啊，这房子盖太好了啊，他也下誓要决定我要盖这个鼓浪屿上最好的一栋房子啊，结果就有了这个八卦楼。但是这盖八卦楼啊，他也不懂建筑，他找谁呢？他在这个岛上找遍了人，就找到一所医院里头的一个院长。这个院长他是个洋人啊，叫约翰啊，估计是略懂建筑，而且他觉得这洋人肯定全世界是吧，这见多识广，然后他就找来他俩就一块商量，咱定什么风格呢？后来商量来商量去，就定了现在这个叫新古典主义的风格，新古典主义，真的特别漂亮。盖了13年，好家伙，耗尽万贯家财，最后没有封顶，钱花光了。结果这个林鹤寿呢，然后就离开了鼓浪屿，一直到他死，他再没回来过。哇，你听完这个故事，是不是内心非常的凄凉啊？这13年啊，钱全花光，一天没住。你看这个故事就教育大家啥啊？教育大家就是说，你盖房子千万不能找大夫，不是，就教育大家啊，你千万不能这个提前消费、超前消费啊，咱要理性消费，是不是？网贷啊，不能借呀。哎呀，你看我身后这个景色太漂亮了，怪不得这个八卦楼是修了13年，花了无数的钱。咱就不说这个楼怎么样，这一推开门，你看这个景致，哎呀，真是一级棒啊！这就是福建男人的终极梦想，啥呢？见大错，取细仪。那现在这个八卦楼也是可以进去的，它是风琴博物馆。这个一讲到这个风琴这个乐器啊，咱不得不说这个鼓浪屿的音乐。这个鼓浪屿呢也被称作音乐之岛、音乐小岛，为啥呢？可能是因为这个岛上实在是太浪漫、太文艺了。在这里走出去很多比如说演奏家什么作曲家、音乐家、歌唱家等等等等而且这儿不仅有风琴博物馆，然后还有钢琴博物馆。为啥呢？就是因为这个小岛这个小屿它是全中国这个人均拥有钢琴最多的。为啥呢？因为岛的面积有限，人口有限，但是呢钢琴很多咱现在看这个风琴博物馆，来，你看这楼多气派。
这是英国的琴，哎呀，这够复杂的了。这都不算大的，这算小的，那边更大。这还有这个样子，哇，这个太漂亮了，太讲究了。不同音不同的管，看这个琴跟移动房一样。音管的一个音。在底下弹，你看上面的管子。这个琴也漂亮，爱奥利亚，请勿触摸，不能摸，闻一下，一股潮湿发霉的味儿。还是在10年前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我系一个小伙，那现在是个大伙我也来过，你看这有照片为证啊。鼓浪屿风景名胜区，2016年10月4号，看看这个楼梯，就是这个楼梯。当时呢，那儿还有个琴。为啥我要拍这个照片呢？因为当时我想上2楼，人家拦着不让上。现在让上了啊，我可以肆无忌惮的看看2楼长啥样。咦，原来上了2楼可以看见这个大风琴的顶啊！想当年的时候我都看不见的。朋友们跟着我一起假装林鹤寿的一天，每天推开门。哎呀，伸个懒腰看看风景，然后围绕我的豪宅一圈。哎呀，这柱子真大，从这儿过不去了，这一看就不是房主啊。如果说林鹤寿能入住我相信每天早上他是这样子的端一个咖啡，风景无限好13年13年，哎呀。真气派！哎，我的戏姨呢？戏姨，我把戏姨叫来。来鱼丸来看一下，要吃什么来？支付宝到账18元。支付宝没微信。会过来就好。这条路叫龙头路，就是鼓浪屿的美食街。但是老实讲，这鼓浪屿实在也没啥吃的。如果你想吃打个卡的话就是什么尝尝鱼丸海蛎煎，或者我手上拿的这个手工麻糍，其实就是尝个味儿，坐这儿歇一歇，吃点小吃这是芝麻还有花生，里头也有馅儿，非常的软糯。吃点小吃歇歇脚，这才逛了一半然后咱再去那边逛一逛。这鼓浪屿说是一个小岛，实际面积也不小，也挺大的。好好逛的话，得1天时间。很多新婚夫妇结婚照、婚纱照都来鼓浪屿拍，为啥呢？因为这儿景色特别漂亮，很文艺比如说我身后这个天主教堂，很好看，这是哥特式的建筑。你看那有人正拍照呢。那这个是建于1917年西班牙哥特式的天主教堂，现在还是教堂，所以就很多新娘子在拍婚纱照。那边不远处有一个巨大的石像那就是郑成功。在福建当地有句话是：看见郑成功是事事皆成功，面对郑成功是万事都成功。我想说，这郑成功的内心独白肯定是哎呀，大家不要迷信这句话，不要太迷信我。我送大家一句话：爱兵在未赢。这鼓浪屿在以前的时候叫圆沙洲，因为它这个形状上面有很多沙子嘛，圆沙洲。然后后来呢，有人发现这个岸边的礁石在涨潮的时候，海浪不停的拍打，会产生类似敲鼓的声音。久而久之呢，就管这叫鼓浪屿了。
你看啊，实际上这鼓浪屿啊，离这个厦门的内岛是非常的近。在几十年之前啊，有的水性好的人，就本地居民，赶不上这个船，有时候船晚了啊，或者是不在点儿啊，他就着急过去，他就可以游过去或者游回来啊，因为确实很近。啊，这景色真棒。游览完鼓浪屿，咱从鼓浪屿的内错澳码头登船，然后再来到这个松屿码头下船，就到了哪儿呢？这儿是厦门的海沧区。这个松屿码头啊也非常有历史啊，在古代的时候它就是一个古渡口，宋代就形成了。这个灯塔挺漂亮啊，那边就是松屿码头啊。你看这儿有句话：“鼓浪松屿，海运真安。”这个真安啊，就是这边这个小村子，海边小渔村。咱来这个渔村干啥呢？海鲜大排档安排，来。就这儿有个牌子“阿群排档”，你看这根本看不见路，这在哪儿来着？往哪个方向？在这儿了，这是来到村儿，全是小路。你看这小路多窄，这个小路更窄。这不是路啊！这又通出去了。700、800在哪来着？哦，这是村子里的一个广场。哦，在这儿呢。阿群开档，这会儿可以吃了吗？可以，几个人？可以2个人。哦，吃什么？怎么点菜呢？看菜点菜，直接在里蒸完了，然后淋油。啊，就要那个，就要哎那个。清蒸的蒸粉丝。啊，来2个清蒸的。啊。2个清蒸的。膏蟹清蒸。还有一个那个油淋海蛎。油淋海蛎，对，海鲜面有吧？有。饺子有吗？有。来个饺子，再来个海鲜面。你好，这是膏蟹，很肥又很大只。看这个虾又好大只，又很漂亮。你们放点红虾，放点沙虾，两家都放。还点那个炸鱼酱和水，跳跳鱼干煎，他们2个人的。这个1斤7两，4道菜呀。对呀，还有那个，对他们2个，这帅哥跟美女。和他一直都动了。可以比你5个人吃。
把你配。开吃，菜上齐了啊！哎呀，这个店有意思啊！你看这村里的小店啊，就没有一个男的啊，全是大姐阿姨。先尝这个海鲜面，它这个是用的泡面，来一筷子面条。这个汤一定鲜，里头光海鲜就有很多种，光这个虾呢就有2种，一种是沙虾，一种是红虾，里头还有小白菜，碎碎的白菜，还有这海蛎。这个汤太棒了，而且用泡面用的恰到好处。为啥呢？这北方朋友来到这儿就想吃点有筋道的面，这泡面呢就有筋道。当地这个水面碱面啊，这没劲儿。这就是豪华版3鲜1面那个感觉。一个人啊，承包了这个村的整个广场。我还是要说这个汤太棒了。这一上来先吃主食，你看这饺子是现包的，它这有意思，蘸的还是这种甜辣酱。先尝个原味的，这是猪肉、马蹄，还有葱花啥的。这马蹄是脆脆的，咸口，哇，这饺子好吃。哇，一口下去，里边还有汤汁。这饺子啊，还是现包的好吃啊！再蘸点这个甜辣酱。哎呀，真是当地的感觉啊！这吃这么大饺子，头一回蘸这个甜辣酱。我还是更喜欢北方的，蘸点蒜泥、酱油、醋啥的。脆脆的马蹄，还有点菜，还有点香葱，还有肉。整个吃起来啊，就是咸淡合适。这道菜来他家是必点的，这是他家的招牌菜啊，油泼海蛎。这个菜啊，一定要新鲜，这紧邻大海啊，吃的就这种鲜味儿。还有最后拿油一泼，哎呀，这个味儿啊，我太熟悉了。这老陕太熟悉这个味儿，这油泼面我跟你说，因为上面有葱花有蒜，然后有酱油。拿热油一泼，就是油泼面版的海蛎。这海蛎肉啊，非常的鲜，非常的饱满。你看这白白的、大大的颗粒。还有一个菜也很家常，就这种酱油水杂鱼。这个鱼啊是3种鱼，一个是树叶鱼，一个是指头鱼，还有一个是梭子鱼，这也叫柯鱼啊。先吃这个指头鱼，你看细细长长的，像个指头一样。闽南酱油水。哎呀，要了亲命了！这一口下去就要了亲命了，非常的鲜美。这个闽南酱油水啊，不愧是这家家都做的这种家常做法。虽然是家常做法，但就是好吃。就这个汤汁，你舀一勺放在米饭上，我跟你说，那要了亲命。这个菜你别看是这种家常的做法，但是也很有讲究。这个是传统的菜，这怎么说呢？就是因为啊，它源自于渔民的烹饪方式。你看就很简单。就是葱姜蒜，然后加点酱油啊，这就成了酱油水，可以烧制海鲜各种各样的。最主要啥？你这个海鲜一定要鲜。一般用的是生抽、海滴牌酱油，才尝这个树叶鱼。你看长得像树叶一样。虽然这个做法很简单，但是各家是不一样，有的加点豆豉，有的呢就加萝卜干进去。
哇，这个树叶鱼啊更好吃，这肉很有弹性。你看这种新鲜的鱼肉，它就是一半一半的。干煎跳跳鱼，直接油煎出来的，非常酥。虽然颜值看着不咋样，但是特别好吃。哇，椒盐味儿太香了。下酒菜啊，标准下酒菜。看着这黑球球的，但是真好吃，直接顺头嚼。再尝这个清蒸膏蟹，它蒸完之后，然后拿油一泼，看这里头满满的膏，非常的肥。哇，这个颜色，香。不仅香，它还撒了一些酱油汁在上面，还有油一泼，这种葱花的香味儿。哇，看这个这么大一块。哎，这底下我以为是盘子呢，原来还垫的有粉丝。这个粉丝啊，蘸上这个汁儿，肯定棒。哇，这是粉丝比螃蟹好吃系列啊！这个面条往里一放，再拨点这个海蛎。哎呀，这不是海蛎版油泼面吗？熬过做饭。